这足以堪称乐高 MOC 史上最为经典的设计作品之一。除了3800片零件带来的超高外观还原度，可以在驾驶室内换挡的7档序列式变速箱、发动机联动、方向盘和转向联动、前后悬架、剪刀门开合、车尾扰流板升降、前备箱盖和引擎盖开合等功能，以及尤其是在当时尚不多见的模块化设计，让这款作品在上市前便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然而由于它的高难度拼搭步骤，以及由于大量的玩家包括不少的评测 UP 主反馈诸如联动不畅、齿轮脱落、发动机不联动、档位混乱、部分外观件松垮等问题，导致它被不少玩家冠以劝退牛、折磨牛、退坑牛，甚至是仇家送礼首选积木的称号。所以不得不说，虽然它确实有缺点，但确实也是一款有史以来被误解的最深的 MOC 作品。同样连带着被误解的可能还有国产积木零件的品质，因为原作者使用乐高零件拼搭出的成品视频联动顺畅，而到了国产这边就出现了联动不畅等各种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深度的评测一下这款被双鹰咔哒通过正版授权方式收入囊中的来自海外乐高 MOC 大神 T-LEGO 的经典设计作品百年牛，一头难以驯服的牛。那本期评测除了实物讲解以外，我们还会通过建模的方式详细的给大家分析它的核心结构原理与设计用意，并以此为基础来看一下相对于官方拼搭手册我们应该做哪些关键的改动，以及包括部分拼搭建议。下面我们开始拼搭。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后悬架以及变速箱相关结构，可以看到左右两侧各用了2根硬避震，测试下来感觉回弹的力度很大，同时悬架中的传动轴与摆臂并不平行，意味着悬架下压时传动轴总长度会发生变化。另外我们在这个模块上临时加入一根红色的后孔臂，测试一下这个作品最精彩的设计点之一，也就是7速序列式变速箱的换挡联动。同时为了方便演示，我们把原本这里的黑色60483更换为白色的。和很多玩家一样，这里我们遇到了过程中无法顺利换挡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改善方法以及原理分析，我们后面再通过建模的方式详细展开。这里我们先继续。那这里是换挡拨杆的联动结构，设计师使用红色后孔臂模块作为拉杆结构，通过它的前后运动实现对换挡结构的控制。前悬架的拼搭，我们这里使用了2根皮筋作为辅助，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会儿左边松脱，一会儿右边松脱的情况。那到了这里可以看到转向结构就拼好啦。动力从上方的手动转向齿轮旋钮进来以后，通过一组20:12的齿轮组到达内部这里的12齿齿轮，并通过这枚齿轮控制转向齿条零件的左右运动，实现车轮的转向。另外和这枚12齿齿轮发生联动的还有另一枚12齿齿轮，那这一路动力后面会连接方向盘联动结构。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前悬架模块，可以看到悬架设计和后悬架基本一致，整个悬架的回弹力度同样比较大。另外手动转向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同时在前悬架模块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属于车门开合功能的部分联动结构。这2枚黑色12齿齿轮直接控制这2根十字轴的转动，这2根十字轴会用来对接车身主体模块上的车门开合联动结构，而那2枚黑色12齿齿轮将会在模块合体后与车身模块上的相关齿轮发生啮合。这里看一下车尾扰流板升降的联动结构，动力从整个模块上预留出来的，用来对接后悬架模块上的这枚8齿齿轮进入，经过这组12:20的齿轮组进一步向车尾方向传输。在这个位置经过12:12的齿轮组以后，动力到达这枚8齿齿轮，并通过这枚齿轮控制里面的齿条零件，最终实现扰流板的升降动作。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创新的角度拼搭方式，相对于常见的通过带角度的十字轴连接件或者后孔臂进行角度搭建，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一个4185滑轮零件，相对于图示水平线做出了120度的角度，再通过4号十字轴连接件的加入，最终实现科技面板模块相对于水平线形成75度的搭建角度。那这里在车头模块上，我们又可以看到属于车门开合的部分联动结构啦。
手动旋转动力从上面的12齿齿轮进来以后，通过2枚4齿齿轮，最终传输到这枚20齿齿轮，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模块合体后将与前悬架模块上的2枚12齿齿轮进行啮合。好了，那么经过断断续续的加起来可能有20多个小时的拼搭，这款百年牛就完成啦。先来看一下外观，从整体来看，这款百年牛的表面科技面板覆盖率非常的高，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镂空的破面，全车也基本不用贴纸，蓝色的车身、黑色的车顶与内饰，以及仿皮质的座椅，在配色方面也非常简洁。整个车身在整体线条比例方面，相对于原型车作为积木来说，可以说是几乎做到了分毫不差。整个车头部分使用了大量科技面板，对原型车的车头曲线以及包括前盖上的导气槽都做了精细的还原。前大灯这里，设计师使用了2个白色尾骨零件，进行了抽象化的还原，也是这辆百年牛在外观方面非常点睛的一项设计。车头下方的进气口里面的分流板甚至也进行了搭建。前轮眉并没有使用轮眉零件，而是在使用科技面板搭建出整体曲面的基础上，用软轴零件进一步做了轮廓线条的修饰。原型车两侧车门向后收窄的流线设计，设计师同样做了精准的还原。两侧的后视镜、车门后方的侧进气口以及两侧底部的侧裙也都进行了搭建。后轮眉则是使用了轮眉零件。另外也可以看到，上音咔哒为这款百年牛专门开模了独占轮毂零件，可见官方对这款套装的重视程度。车身后部，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大量的十字轴与十字轴连接件，对原型车非常具有科技感的透明引擎盖进行了还原。通过引擎盖里面的 V12 发动机、差速器以及两侧红色的悬挂避震，让这辆车在运动感的基础上，更是增添了性能猛兽的气质与内涵。原型车的 Y 字形尾灯组则是使用了红色十字轴件以及软管零件进行还原，而下方使用印刷件科技面板搭建出的扩散器则再次惊艳。功能方面，前后悬架回弹正常。打开前备箱盖，通过分别旋转左右两侧各一枚12齿齿轮，可以实现左右两侧剪刀门的开启。打开后方引擎盖，旋转这里的一枚12齿齿轮，则可以实现车尾扰流板的升降。那车轮的转向，则是通过车头这里的一枚20齿齿轮进行控制。在车辆静止的时候，旋转起来会稍微有点吃力，不过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到转向和方向盘的联动也是正常的。接下来就进入最关键的变速箱以及发动机联动的部分。那通过拨动驾驶室内部的档杆，就可以进行换挡的操作。可以看到，在换挡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无法挂档的问题。同时，车子在各个档位下的推行也大多比较卡塞，某些档位下还会出现几乎推不动的情况，以及还出现了差速器中的12齿锥齿轮脱落的问题。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部分档位下发动机并不会联动。那上面的这些问题，一些海外 UP 主包括很多玩家也都提到过，因此是属于比较普遍的问题。这里需要提出的是，经过图纸校对以及玩家反馈，除了咔哒这款作者授权的百年牛以外，所有市面上已知的其他魔改百年牛，在7速序列式变速箱以及发动机联动方面都是错的。这里我们通过建模来看一下它的核心设计原理。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整个变速箱相关核心联动结构由4个模块组成，分别是手动换挡模块、序列式变速箱模块、发动机模块以及差速器。其中手动换挡模块的核心任务有2个，一是每通过拉杆向前或向后运动一次，实现驱动变速箱模块中的关键4齿齿轮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90度，也就是驱动序列式变速箱向相邻档位切换1个档位。二是实现7档限位，也就是说在1档和7档的情况下，不允许继续减档或者加档。那序列式变速箱模块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发动机模块和车轮之间提供一个渐进式的齿轮比。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需要的是渐进的齿轮比，否则序列式变速箱则无从谈起。发动机模块和差速器模块在传动关系上位于变速箱模块的两端，通过变速箱模块实现7种不同传动比的同时是渐进的联动结果。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手动换挡模块，那可以看到模块中设置了2个4齿齿轮，其中1号齿轮通过2个16齿齿轮的链条传动，
以及2个12齿锥齿轮最终与这枚换挡凸轮联动，我们就叫它换挡凸轮 A。最终1号齿轮和换挡凸轮 A 之间的联动关系是，在这个视角下，1号齿轮每顺时针转90度，换挡凸轮 A 逆时针转90度。总之，它们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同时每次都是90度。那驱动这枚1号4齿齿轮旋转的是下面这枚2号4齿齿轮。与1号齿轮轴心被固定不同，2号齿轮的轴心是可以前后运动的，也就是可以被换挡拉杆驱动前后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被下方左右2个凸力抵持，进而形成杠杆结构，驱动1号齿轮旋转运动。同时，与1号齿轮同轴的还有一个32034十字轴连接件，其方形的中部截面在皮筋夹持结构的夹持下，实现固定旋转90度的趋势，也就是让与其同轴的1号齿轮也呈现固定旋转90度的趋势。进一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7档限位设计。可以看到1号齿轮通过一组24:12的齿轮组与这里的一枚60483产生联动。由于24:12的巧妙齿轮比设计，因此1号齿轮每旋转90度，这个60483则旋转45度。那么这枚60483旋转满1圈就是8个角度，也就是对应8个档位。然而设计师在这枚60483的旋转行程中加入了一枚18654，通过这枚零件的加入，限制了8个角度中的其中一个角度，同时也为60483的整个旋转行程提供抵持，限制其无限旋转，反映在用户操作层面，也就是推完7个档位就推不动了。那到这里我们就搞明白了7个档位换挡模块的工作原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变速箱模块。除了齿轮以外，变速箱的核心结构包括 A、B 2个换挡凸轮，其中换挡凸轮 A 和换挡模块联动，换挡凸轮 B 则通过这里的一组4:4的齿轮组，并进一步通过这里的一个球头配合4齿齿轮的联动结构与换挡凸轮 A 发生联动。因为球头配合4齿齿轮联动结构的加入，实现换挡凸轮 A 每旋转4个90度，换挡凸轮 B 旋转1个90度的联动结果。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如果没有之前提到的换挡模块中的7档限位设计，那么这种换挡方式将带来4×4共16种不同的 A、B 换挡凸轮的相对关系。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发动机模块以及差速器。可以看到，发动机模块通过3组12:12的齿轮组，以及这里的一组20:24的齿轮组与变速箱模块联动。也就是说，如果模拟动力从发动机进入，那么这枚20齿齿轮就是整个变速箱的动力输入端。再来看差速器，可以看到差速器通过一组12:20、一组24:24的齿轮组与车底的中央差速器联动。中央差速器被边上的这枚16齿齿轮驱动，同时这枚齿轮也是变速箱模块的动力输出端。到这里我们也就搞清楚了整个7速序列式变速箱以及发动机联动的核心原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7个档位的具体情况，指出其中的错误，同时看一下修改方案。按照拼搭手册拼出来的默认状态是7档。可以看到，在7档下，动力从发动机端出来，经过3组12:12的齿轮组，一组20:24的齿轮组以后，动力进入变速箱模块，通过这枚16齿齿轮驱动被动力传输环在该档位下所选择的16齿齿轮，再通过一组12:20、一组12:20、3组16:16、一组16:16的齿轮组以后，最终驱动中央差速器及后续联动结构，整个联动没有问题，总齿轮比是0.5: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拼搭手册，手动换挡模块中的起7档限位作用的关键零件，这枚60483，在此时处于这样的状态，即在该视角下，这个零件只能逆时针转动。那么如果此时进行换挡操作，经过计算，换挡凸轮 A 将逆时针转动，进而这枚球头零件将顺时针转动，于是驱动换挡凸轮 B 逆时针转动90度，最终也就完成了7档至6档的换挡过程。那么在6档下，我们来看一下，同样动力从发动机端出来，经过一系列齿轮组以后进入变速箱模块。然而我们会发现，在当前状态下，与这枚16齿齿轮啮合的这2枚16齿舵轮都没有被动力传输环选择，也就是说，发动机模块与车轮之间是没有联动的状态。以此类推，分析完了7个档位，我们会发现1档至6档全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发动机只在一个档位下可以联动的原因。如果大家拼完了发现有其他档位也可以联动，那么就说明你拼错了，或者你第一次换挡应该就用了非常大的力气。这也就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错误同样也导致了换挡异常。
要么就是无法换挡，要么就是从第一次换挡算起，每4次换挡都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拉动挡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链条崩了，这是因为在第一次换挡，也就是7档切6档的情况下，其中一个动力传输环会被其他零件抵持，并不能顺利的到达位置，进而也就反过来限制了驱动其前后运动的换挡凸轮的旋转。如果用很大的力气，在链条很幸运没有崩掉的情况下换挡成功，实际上与换挡凸轮臂联动的2个动力传输环也并没有改变位置，然后再拨3次，你还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经过研究，我们只需要调整之前提到的手动换挡模块中的这枚60483的角度位置，就可以彻底解决上面的发动机联动问题以及换挡异常问题。在其他部分全部按照官方手册拼搭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将这枚60483调整为视频中的这个角度，同时需要注意这枚24齿齿轮在这个视角下，它的中心十字轴需要尽量十字对中，否则你可能会在7个档的基础上额外得到一个比较难切进去，但是可以切进去的第8个档。经过计算，在调整以后，7个档的总齿轮比依次为 2.31、1.74、1.39、1.04、0.83、0.63、0.5， 也就是实现了渐进式序列变速箱的设计初衷。同时从车底视角检查一下从上到下共4个动力传输环的左、中、右的位置，我们会发现经过调整后，这4个动力传输环的位置与原作者自己发布的视频中的位置在7个档位下也是完全一致的，分别是右中右中、右中中右、右中左中、右中中左、中右右中、中右中右和中右左中。那关于这个错误，我们也核对了原作者自己发布的图纸，我们发现和双音卡达的官方手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错误是因为原作者自己的图纸错误所导致的。虽然其他也有品牌对百年牛进行了魔改，但是其魔改方法也是错误的，甚至相对于双音卡达的百年牛改回来还会更麻烦。同时有些玩家可能也看出来了，这个错误就好比你去坐公交车，这趟公交车一共有16个站，也就对应了16种可能的档位情况，你需要向东走7个站，而这个设计错误却导致你向西走了7个站。相对于卡达的百年牛来说，你只需要修改1个零件位置就可以了，而相对于另外的2个魔改的牌子，他们可能是发现走错了路，但是没搞清楚地图，于是乱走迷路了。那具体的图纸我们放在评论区了，有想进一步分析了解的玩家可以在评论区找一下。另外得益于百年牛的模块化设计，整个改动大概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而这个时间包括了在过程中不断的进行测试的工作。那过程中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联动还是非常顺畅的，即便在电机加入的情况下，各个档位下发动机和车轮之间的联动也基本没有问题。在成品阶段，我们还需要解决差速器内的12齿齿轮脱落的问题，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设计方案所使用的连接车轮和差速器的这根7单位十字轴的长度其实是稍微差一点的，因此会发生松动的问题，导致连接差速器的球形连接件向外移动，进而导致齿轮脱落。因此我们可以在连接悬挂驱动桥的这个球形连接件里面加入一点软管零件，也可以把8单位十字轴稍微减短 0.22 到 0.4 个单位，代替7单位十字轴。虽然调整后的测试过程是比较顺畅的，不过最终成品仍然可能会遇到推行卡塞的问题。这个情况是因为所有联动环节的阻力最终都会汇聚到差速器，成为差速器的扭矩负载，而老款差速器本身的扭矩负载能力比较弱，同时车尾模块的加入导致整个联动结构过程中多了这5根十字轴与周围零件的旋转摩擦阻力，最终突破了老款差速器的扭矩负载极限。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没有装入车尾模块的情况下，各个档位联动都没有问题，但是稍微用手指给任何一根十字轴稍微带一点摩擦力，那么差速器这里就承载不了了。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个差速器更换为乐高新款1:8跑车常用的新款差速器。那如果是已经拼好了再改，会稍微麻烦一点，需要大概40分钟。如果是全新拼搭，那么直接按下面的方法在拼搭过程中直接调整就可以啦。后悬架差速器改动需要的零件有：新款差速器一套，32269一个，32270两个，3749一个，24316一个。那只需要拆下2侧悬挂驱动桥，取出差速器，拆下2枚齿轮。
在这里装入一枚12齿齿轮，在这里装入一枚12齿齿轮和一枚20齿齿轮，最终装入新款差速器就可以啦。前悬架差速器改动所需要的零件有新款差速器一套，32269一个。因为模块化设计，所以也不算太复杂，只需要拆下整个前悬架模块，拆下底部这里的十字轴等零件，取出齿轮和差速器，先装入这枚12齿齿轮，装入另一端的12齿齿轮，装入新款差速器，然后装回底部十字轴以及这枚20齿齿轮就可以啦。最终我们就得到了这辆完美版的百年牛。可以看到，在7个档位下，推行以及发动机联动都非常的顺畅，同时发动机联动速度也伴随档位变化产生对应的渐进式速度变化，甚至即便在电机加入的情况下也能够正常运转，可见整套联动系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咔哒的积木零件在面对这种高达18组联动齿轮的复杂联动时，依然有稳定的表现。而且18组联动齿轮组还没有算前轮，也没有算部分随动的齿轮组，而事实上按照错误的方法拼搭出的百年牛，即便是乐高的零件也一样崩差速器齿轮，一样大概率趴窝，所以国产零件不背这锅。好啦，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亮点方面，首先是创新的换挡结构设计以及7速序列式变速箱。设计师通过限位零件以及24:12的齿轮组，巧妙地实现了7档设计。这个设计相信会给不少默克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启发。在变速箱设计方面，通过建模分析它的各个档位传动比，也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确实是做了非常精心的设计。那第二个亮点就是显著的模块化设计。虽然车身模块和后悬架模块的合体比较考验拼搭手法，并且在合体后存在一个非常难拼的十字轴插入的相关步骤，但就整体而言，大部分模块的拆装都比较简单且合理。整个设计大量存在2个模块沿前后方向合体后，再通过32054摩擦销或者十字轴将它们沿前后方向拉住，这种无需其他复杂零件加入的模块化固定方式。同时，这种模块化设计也得以让我们在发现最终成品的问题的时候，可以进行快速的拆除分解，快速进入到有问题的部分加以调整，并快速重新拼回成品。而且这还是2年以前的设计，虽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证，但至少可以确认的是，这种模块化设计手法在2年前绝对是不多见的，并且它的模块化设计甚至还在各个模块之间预留了齿轮啮合接口。例如车尾扰流板升降联动结构分属于2个大模块，而两侧车门开合的联动结构甚至分属于3个大模块。模块与模块合体的同时，也发生模块之间的齿轮啮合，因此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大模块设计思路，其设计难度也是非常显著的。那第3个亮点就是极高的外观还原度以及最终的静态陈列效果。虽然是以部分外观模块不够稳固为代价的，但通过我们在评测中提到的，设计师甚至还创新的使用了一些全新的角度创建方法，从而实现最终的精确角度。可以看出，显然设计师在这款作品上是有意的放弃了部分零件的稳固性，而坚持了对完美外观还原的偏执。那丰富的功能则是这款百年牛的第4个亮点，两侧剪刀门的联动以及车尾扰流板的升降联动，这些相对比较丰富的附加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加入虽然增加了设计难度，但也让玩家在拼搭这款作品时有了更多可以体验和把玩的机械结构，同时也足以让这款百年牛能够对得起它的旗舰款作品地位。那槽点方面，显然首先是极高的拼搭难度以及部分不合理的拼搭步骤，例如上一步拼好的零件翻一面的话可能会不小心掉下来，因此整个拼搭过程会比较考验玩家的细心和耐心。那第2个槽点就是部分外观模块比较松，主要是指车头靠近轮眉和驾驶室的这片地方有一些单点连接的科技面板，以及包括车头底部、车身侧面裙边、车尾尾灯上方的这2个模块等位置，不小心碰到的话可能会脱落。我们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些胶水，对一些比较松的模块进行一定的固定，同时在搬运时避开车头和2侧裙边，可以一只手从车头斜侧方插入，另一只手抬起车尾中间这里，那么搬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第3个可能槽点就是变速箱以及发动机联动结构对拼装调试以及对零件品质的依赖比较大。
也就是需要尽量实现整个联动系统运转的低阻力。之所以说是可能的槽点，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槽点，因为整个联动结构的瓶颈就是在差速器端，而在这款作品发布的时候，乐高新款差速器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作为 Mock 玩家，也不可能像乐高那样可以通过列入新差速器的加入来增加扭矩负载能力，以增加联动可靠性。对于一款 Mock 作品来说，老款差速器里的12齿锥齿轮崩出，或者因为扭矩负载能力不够导致联动异常的情况，实在是太常见的事情了。并且所有提到的这些槽点都仅仅是站在这一款产品化的玩具的角度去评价的。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款经典的大神 Mock 作品的话，那么提出这些槽点对 Mock 作者来说则会多少显得有点苛刻。因为 Mock 的内涵本身就是玩家可以彻底的放飞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做自己喜欢的作品，而不存在对他人的迎合，同时也将那些创新的设计与独特的搭建思想与那些愿意体验并读懂它的玩家交流分享。虽然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发布出来的图纸中的错误导致咔哒这款产品在变速箱和发动机联动方面出现问题，但总结来说，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厂家对 Mock 作品在产品化方面的工作是做得不够的。好啦，本期就到这里，下期见，拜拜。